天光之上的那道天空之门，宏伟而神秘，仿若永恒的守望者，静默地注视着芸芸众生。吴雪立于天光的洪流之中，那光线如同利剑，刺穿云层，将他纤细的身影投射在浩瀚的天幕之上。突然，那天空之门中又是一道声音在那其中响起，充满了困惑与不解。记忆碎片无法重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声音似从天而降，又仿佛源自吴雪心底的深处，使得吴雪的双眸中闪过一丝迷茫。随即，更耀眼的纯净天光如奔涌的激流涌入他的体内，每一缕天光似乎都在追溯他的过往，每一丝回忆都被无情的撕扯出来，摊晒在这无情的光芒之下。他感到自己的神魂在颤抖，心中的秘密像是即将被揭开，却又无处可逃。片刻之后，天空之门所散发出来的天光渐渐消退，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迷雾。天空之门的轮廓变得愈发模糊，其中的那道声音再度响起，带着难以置信的语气。原来如此，你动了情，你的心虽已死，但你的心中仍旧保留了情，这是对天魂的亵渎，这样下去，你永远找不回属于自己的真正记忆。吴雪闭上眼睛，感受着内心的波动，她的心跳如鼓，回荡在这片虚无的空间里。她知道情感是记忆的锁链，是天魂的枷锁，她必须放下自己的情感，才能揭开记忆的迷雾。然而她的心不再有波澜，这份情感究竟是亵渎还是救赎，她无法确定。我是吴雪，我只想简单生活，想追求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我不要重组我的记忆，我只想在这一次危难中去拯救我身边那些重要的人，守护那些关心我的人。吴雪带着恳求对着那道模糊不清的天空之门诉说道，情只会让你脱离属于你真正要走的路，你的真正身份不该有这样的一环，一旦有了这一环，不管对你还是对这片大洲，都是一种不该有的天罚。天空之门中的声音变得很空灵，犹如是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一般。真正的身份，一种不该有的天罚。吴雪此刻双眸微微闭上，天光洒在她那细腻的脸颊之上，她的身影被拉得长长的，投射在这片纯圣之地。一瞬间，她周身的气息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仿佛有股超脱于神之力量的强大力量在她体内觉醒，却又迅速归于沉寂。我想拯救这一场危难，可以吗？她轻声询问，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，透露出坚定与不安交织的复杂情绪。天空之门在她上空缓缓开启，有一道天光刺破这里的空间，洒向纯白之地，门中传来庄严而神秘的声音。当然可以，但你也必须要觉醒，去走属于你自己的真正的天之路。吴雪深吸一口气，闭目感受着内心的变化，她能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召唤她，等待她去挖掘和释放。她睁开眼，眼中闪烁着决绝之光，面对即将到来的决断，她已做好了准备，只要能够救下萧炎，救下爹爹，救下舞姬姐姐，救下青青姐以及五大神阁所有人，这一切也算是对吴雪身份的告别吧。周围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，只留下她和天空之门之间的连接。天门中散发出的天光与她身上渐渐觉醒的力量相互呼应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纯洁而又神圣的气息。吴雪知道，一旦踏入这道天空之门，她的人生将彻底的改变，她将走上一条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充满奇迹的路。天空之门如同撕裂的苍穹，绚烂天光自裂缝中泻下，与吴雪的身影交织。她伫立于纯圣之地中央，周遭的小精灵如同受到召唤，纷纷消散成点点星光，涌入那光芒万丈的天门之中。吴雪闭上双眼，感受着体内那股久违的神秘力量苏醒，既熟悉又陌生，宛如初生的嫩芽，在她的血脉中蔓延，唤醒沉睡的天魂。她的肌肤在圣洁的光辉中，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，所有的声音，所有的色彩都被这天光所吞噬。吴雪感到自己成为了一粒微尘，在天地间漂浮，又似是一滴水珠，折射出万千世界的光彩。她仿佛能听到那沉睡力量在她体内流动的声音，那是属于她的力量。天之路，觉醒，时空逆转。呼声响起，一股无形的力量开始在空中凝聚，宛如晨曦初露时分，天际微明的光芒。这力量是如此强大，让整个纯圣之地都仿佛旋转起来，时间的流转突然逆转向下，如同河水倒流，打破了序章的枷锁。在这股觉醒力量的涌动下，纯圣之地深处仿佛有庞然大物即将降临。随后，在觉醒之力的充盈下，一道圣洁无比的倒影缓缓浮现，仿佛永恒之光在黑暗中的投射，又似世界之初的倒影。它拥有着一双洁白无瑕的翅膀，每一根羽毛都仿佛凝聚了圣洁的光明与纯洁。翅膀轻轻扇动，闪耀着圣洁的光辉，竟引得周围时空扭曲，星辰颤抖，宇宙深处最耀眼的星光为它闪烁。倒影的光辉洒落，如净化之波荡漾开来，那是一种超越神之上的力量，它让所有神明在这倒影面前都显得暗淡无光，所有的神力在此时此刻都被这道觉醒之力所超越，那是一种永恒。在这道力量面前，曾经的尊崇与荣光皆成了尘埃，唯有这倒影如同创世之初的圣灵，宁静而庄严地守护着这片圣地。最终，在这觉醒之力的引领下，
圣洁倒影缓缓升腾，化作一道光芒，直冲天空之门。画面一转，残阳如血，晚风带着丝丝寒意，吹拂过一片荒凉的战场。五大神阁曾经的雄伟与荣耀，如今只剩断壁残垣，破碎的牌匾在风中哀鸣。无数五大神阁的弟子跪倒在血泊之中，他们的身躯被无数刀痕划破，鲜血浸染了他们的身躯，他们都战败了，全部陨落在神器联盟的手中。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和未散的硝烟，五大神阁之主都变成了5具冰冷的尸体，他们也没有逃脱出来自九大副盟主的魔爪，一片死寂与绝望笼罩着这片曾经强者如云的五大神阁之地。就连丹神塔10大神长老之一孽神长老，此刻也只剩下了一具冰冷的尸体，他的半道心破碎，那象征着大咒玄妙的道义已经断裂，如同他的生命再无复生的可能。唯有萧炎还在憋着最后一口气，在苦苦的支撑着。他跪立在一片狼藉与血泊之中，他的身体被无数道伤口划破，鲜血染红了他的身体。萧炎的目光落在吴雪那苍白而安静的面庞上，他的呼吸已经微弱到难以察觉。萧炎知道他没有时间哀悼，也没有时间恐惧，他必须抓紧每一口气，每一分力量。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，但每一次尝试都伴随着剧烈的疼痛，仿佛连他的神魂都在哭泣。坟老，我需要你的力量，坟老，快回应我！萧炎的声音在坟穴空间中回荡，但除了他自己的喘息声，没有任何回应。他的内心充满了挣扎和无力，但他知道不能放弃，因为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，更是为了那些倒下的五大神阁之人，以及所有期待着他们归来的人。虚空涅槃珠碎片终于到手了，五大神阁能有如今的惨状，也是他们咎由自取，乖乖交出虚空涅槃珠碎片不就好了。此刻五大神阁的上空，九大副盟主以及天龙大神君等10道身影俯视着下方，感言道：这五大神阁的底蕴还真是强大，竟然将天军神战队击杀了1半以上的成员。天龙大神君的身上也同样带着诸多伤口，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的说道：这道问题不大，他们都会重新在神器联盟内复活。一位副盟主自信的说道：不过现场只有那个小子留有一口气嘛，要不要直接击杀了他？天龙大神君的目光看向下方那蝼蚁般的萧炎身影，沉声道：不，抓活的回去，毕竟他是焚神的传承人，要亲自交给魔神大人。七副盟主也在此刻发话，不过这萧炎的生命力顽强程度都是震惊了他们，在天龙大神君那巅峰的天位神力下，竟然还能够存活，还真是极其少见。天龙大神君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之光，他伸出手，释放出强大的吸扯之力，将萧炎拉回到自己的手中。然而他的力量如同石沉大海，未能将萧炎牵动分毫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看不见的抗拒力量，让天龙的吸扯之力如泥牛入海，杳无音信。就在天龙大神君感到迷惑不解，在他准备再次出手时，萧炎身旁的吴雪不知何时苏醒过来，他轻轻踏前一步，他的身影仿佛幻化为一道飘渺的影子，瞬间出现在九大副盟主的视野之中。他的出现没有伴随着任何响声，却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压迫。他的双眼如同深邃的星空，蕴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。九大副盟主的脸色骤变，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慑。吴雪身上的力量并不属于神之力量，而是他们目前都无法去窥探的力量，简直深不可测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他的力量怎么变得如此强大？九大副盟主面面相觑，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。吴雪此刻的面容清丽威严，眉眼间透着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，身姿轻盈，如同柳絮飘飘，让人不敢直视。与之相对的九大副盟主和天龙大神君身披金色战袍，威严无比，眼中闪烁着睥睨天下的光芒。在吴雪出现的那一刻，四周的空气似乎为之一静，神圣无比的九大副盟主和天龙大神君也似乎暗淡了几分。吴雪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圣洁而纯净，如山间清泉，又似冬日初雪，让人心灵得以净化。它的存在就如同一束明亮的天光，穿透了重重迷雾，照亮了世间万物的一切本源。九大副盟主和天龙大神君虽然气势逼人，但在此刻的吴雪面前，却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制，无法完全展露出其应有的威势。有我在，你们别想伤害他们，而你们将会在我觉醒力量下灰飞烟灭，生死道消。吴雪的目光冷漠无比，仿佛已经洞穿了他们的心，让九大副盟主的心中升起了一股寒意。九大副盟主也从来没有遇见过如吴雪现在身上的这股力量，他们眉头紧锁，能感受到吴雪身上的那股力量远超一切。这种力量的飞跃，让他们不得不重新评估眼前的局势。他们眼神中闪过一丝警惕，他们都知道今天的计划恐怕要有所改变啊！装腔作势，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秘法来演变出这股力量来，但是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已经在我们的手中陨落了，现在何来伤害他们一说？其副盟主身为九大副盟主之首，很快恢复了那震惊的情绪，为了不自乱阵脚，立马稳定心神，
发出霸道沉重的威势。吴雪的目光深邃，但他那眼瞳中如同散发出宇宙深处的一道星光在闪烁。旋即，他那声音平静，却带着不可一世的威严。我的力量不是你们所能够触及领悟的，这些被你们杀死的人，我会重新让他们复活，而你们就准备身死道消吧。九大副盟主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苍白，他们互相对视，眼中的惊疑不定如同阴云密布的天际。什么意思？复活他们？一道声音在他们几位副盟主中传出，仿佛在质疑这是否是幻听。这些人的神魂都被抹杀了，还有你的大师傅更是绊倒心破碎，就算是用造化之法也无法复活他们。你说你能够复活他们？玩笑话可不是这么开的。天龙大神君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，声音中充满了对对方能力的怀疑和不屑。吴雪面对嘲讽，面不改色，他周身的圣洁光芒越来越亮，他的手指轻轻一挥，空气中似乎有无形的力量波动，让在场的所有人心头一紧。九大副盟主紧张地盯着这一幕，心中暗自警惕，他们能感受到吴雪身上的力量正在攀升，那是一种超乎他们理解的力量。而天龙大神君则是紧握双拳，眼中的不屑逐渐被深深的忧虑所取代。吴雪缓缓开口，每一个字都似乎蕴含着他的觉醒力量。即使是在你们眼中已成定局的事，对我来说也不过是轻而易举便可逆转，